领克 Z10、小米苏7这两款车该怎么选啊？小米苏7 Max 我们买过，领克 Z10，我也试驾过了，而且也订车了。那作为这两款车的车主的话，今天就客观公正、不吹不黑的来分析分析，到底谁更值得买一些？选车之前呢，你得先问自己一个问题啊，就是你的需求是什么？如果你要后排超级大呀，对吧？最好有5系那种后排空间的话，那这两台车都是不合适的。你可以去看看新轩 ES、智界 S7，这两台车说白了就是为喜欢驾驶的年轻人造的，它不适合一家五口啊、空间刚需的家庭使用的。那它们的核心亮点是什么？操控、颜值，怎么选呢？我们先看预算啊，价格是最重要的吧？如果你的预算在20亿以内或者更低，那就没得挑，也别犹豫，直接领克 Z10。入门的价格，这两台车其实差了很多啊。领克 Z10是19.68万，小米苏7是21.59万，那是不是价格就差了2万块？那你就想太多了。领克 Z10的充电桩是免费送的，小米苏7400伏车型的充电桩是3999，电动尾翼，然后领克 Z10呢是免费送，苏7没法选，这个很诱惑吧？23个扬声器呢也是免费选，苏7呢只有顶配的25扬声器，其他都是10个扬声器，选装价格是6000块。那这些配置价格再加上一块的话，两款车的入门价足足差了有3万块了。那预算不多的情况下，肯定要选领克 Z10。那再来看其他车型的对比啊，苏7的中配车型呢，指导价格24万5900的车型，对应的就是领克 Z10的806后驱智驾 Max 车型，也是目前的次顶配车型了，价格是24万9800，虽然贵了4000块钱，那算上小米苏7的充电桩的价格3999，所以你买到手价格几乎是一模一样。那配置上主要差别呢，苏7的续航多了24公里，领克 Z10多了高速城区一整套的智驾系统。如果苏7也选上的话，那选装价格是2万6。另外，领克 Z10同样免费送电动尾翼、纳帕座椅、23个扬声器，所以中配车型的话，价格差的也挺多的。那如果是顶配车型，领克 Z10的价格直接便宜了1万块，然后苏7800伏车型的充电桩选装的是需要5999，这就差了1万6了。同样，领克 Z10要再多出一整套的支架，苏7选装又得2万6，还要多出第二排座椅的通风按摩、第一排座椅按摩，你们自己算一算，实际上这两台车的价格到底差了多少钱？所以在性价比上面，领克 Z10是要高很多的。领克的诚意，我觉得还是比雷总要高得多的，对吧？那价格配置上，领克 Z10是优势比较明显了。苏7的优势在哪儿？第一，操控比领克 Z10更纯粹一些，加速性能不管是后驱还是4驱都要比领克 Z10更快一些啊。另外还有一个槽点就是，也是硬伤吧，后排的空间太小，坐着不是很舒服。那领克 Z10的操控和性能呢也完全 OK， 只是没有苏7那么的极致，也属于一流的水准了。但是后排空间呢比苏7要实用不少。所以综合来看，要性价比或者你的预算不足啊，你对后排空间有一定的要求，直接选领克 Z10。如果你就要追求非常纯粹的驾驶体验、极致的加速性能，但对空间没啥要求的话，你可以选小米苏7，但前提是你得多花点钱了。